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这一集视频是世外桃源新西兰的最后一集。前两集咱们介绍了自然风光天下无敌的南岛，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北岛。北岛风光其实也不差，有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有毛利文化的发源地，有魔界和霍比特人的霍比屯，还有世界上少见的地热奇观以及萤火虫洞这些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咱们的北岛行程从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开始。很多人觉得奥克兰没什么可玩的，其实作为一个海港城市，花个半天一天逛逛还是挺舒服的。它不像悉尼那么张扬，也没有墨尔本那么文艺，但是夹在两个海湾之间，海港风情总是错不了的。市中心就在海港附近，餐馆、酒吧、咖啡厅挺好逛的。市中心那个标志性的天空塔可以上去看看，一览奥克兰风光。奥克兰有个外号叫 City of Sails 帆船之城，据说平均每3个人就拥有一条船，是真是假不好说，不过港口确实停满了各种帆船。如果您和我一样喜欢登高观景，有2个地方不错的，一个是伊甸山，城南的一个死火山，能看到完整的绿色的火山口，是个看奥克兰全景的经典地点。还有就是对面 Devonport 镇上的维多利亚山，看奥克兰的天际线也很不错。从奥克兰出发，我们一路向南，第一站就是很多魔界影迷心中的圣地霍比屯。整个电影场景不是搭出来的，而是真真正正建在牧场上的一个小村庄。导演彼得·杰克逊当年就是坐直升机看景时，一眼看中了这里。电影拍完以后，本来准备拆掉，后来发现游客越来越多，干脆全部保留下来，就成了今天的霍比屯。整个参观必须跟团，大约2个半小时，一路都是绿油油的山坡，圆圆的霍比人小屋，还有电影里那个最经典的绿门。即使不是影迷，也挺有意思。继续往南，下一站就到了罗托鲁瓦，这里有新西兰最有特色的地热世界。整个城市到处都在冒烟，空气里一股浓浓的硫磺味。这里最大的看点就是各种地热公园、喷泉、沸腾泥浆池、彩色温泉，一个接一个。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怀奥塔普地热区里的香槟池了，橙色、绿色、蓝色混在一起，热气腾腾，看着像画出来的一样。另外，每天上午还有人工触发的间歇泉喷发，虽然是人工启动，但第一次看还是有点震撼的。罗托鲁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就是毛利文化。如果您以前对毛利人的印象只停留在新西兰橄榄球队赛前跳的哈卡战舞，到这里可以更深入了解他们的历史和传统。您可以选一家评价好的毛利文化村，体验一下传统歌舞、木雕展示，还有地热蒸汽蒸熟的毛利大餐。北岛还有一个世界闻名的景点——怀托摩萤火虫洞。坐着小船进洞，整个洞顶密密麻麻都是蓝色的小光点，星星点点，真有点在看银河的感觉。其实严格的说，这些不是萤火虫，而是一种新西兰特有的发光真菌瑞的幼虫。为了吸引昆虫，它们会发蓝绿色的光。整个过程不能拍照，也不能说话，体验很安静，很特别。北岛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汤加里罗国家公园。这是新西兰第1个国家公园，也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和南岛的米尔福德峡湾同级别的存在。魔界里的末日火山就是这里的瑙鲁霍伊火山。如果您在北岛只看一处自然风光，那就是走一趟汤加里罗高山徒步。一路上的风景不像南岛那种阿尔卑斯景观，是新西兰独一份的火山地貌，还是活火山区域，主要看到的是黑色灰色的火山岩，和南岛的冰川雪山是冰火两重天，完全不同的风格。徒步路线上的翡翠湖是个标志性的景点，绿色的火山湖颜色非常夸张，是整条路线的经典画面。不过这条线全程将近20公里，需要7到8个小时，天气变化也非常快。如果体力一般或者天气不好，千万不要勉强。从奥克兰开车去汤加里罗国家公园的路上，顺路还可以玩陶波湖，新西兰最大的湖。这个湖面其实是个26000年前一次超级火山喷发留下的巨大的火山口，
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和整个新加坡差不多大了。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隔着湖看到南边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里的末日火山。这里大家可以沿着湖散散步，再顺路去看看几十分钟外的胡卡瀑布，是大家北岛自驾游都会安排的一站。如果您喜欢干净清爽的海岸风光，那一定要去北岛的科罗曼德尔半岛去看看。半岛上最有名的景点是教堂湾，非常清澈的海水和白沙滩，还有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大的海水侵蚀的石头拱门，看上去有点像教堂的高拱，所以叫教堂湾。电影《Narnia》在这里取过景，所以现在是个网红打卡的地方。除了教堂湾，其实科罗曼德尔半岛还有不少好地方。教堂湾旁边的哈黑海滩就很漂亮，再往南走一点还有个热水海滩，挺少见。退潮的时候，沙滩下面就是天然温泉。退潮前后的2个小时，自己拿把铲子挖个坑就可以泡温泉了，挺有意思。北岛还有个地方可以去，就是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惠灵顿是新西兰的文化政治中心，和奥克兰那种商业中心风格不大一样。说实在，惠灵顿的景点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惊艳。如果是专门跑一趟，可能有点不值。但是如果您是从北岛一路开到南岛，那可以在这里停一下，沿着海边散散步，喝个咖啡，或者上维多利亚山看看城市和港口的全景。您会发现惠灵顿是个很文艺、很有生活气息的小城。还有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可以说是新西兰最值得去的博物馆。不过在惠灵顿，真正精彩的不是市区，而是接下来那段3个多小时跨越库克海峡的轮渡。因为这一段不只是个交通工具，而是新西兰旅行的一部分。渡轮是可以载汽车的，前半段是浩瀚的库克海峡，真正的高潮是后半段南岛的马尔堡峡湾。两岸青山慢慢靠近，一座座隐藏在森林里的小木屋和私人码头渐渐出现，意味着新西兰真正的自然大片南岛风光即将拉开序幕。最后，咱们说说北岛自由行的几个小 tips 吧。和南岛一样，北岛的景点之间距离都不近，还是建议租车自驾最方便。霍比屯和萤火虫洞最好提前订票，旺季很容易满员。罗托鲁瓦附近的硫磺味确实比较重，要有心理准备，不过大多数人半小时左右就适应了。如果计划徒步，一定要提前查看天气，不要因为已经定好了行程就硬着头皮上山。好了，到这里咱们的3集新西兰视频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南岛自然风光的视觉盛宴和北岛温泉、地热、毛利文化，还有火山湖泊的多样体验，您更喜欢哪个呢？多谢大家观看，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评论和转发。